圣母皇太后驾崩。圣母皇太后慈于俊正，松揽万机，迄今20有6载。期间内吵死铜钱货，你又不是老娘的种。老四，你说。哀家没死，而是穿越，穿成现代脱龙转凤18年的真千金苏梦然。这就是偷走我一生替我享福18年的假千金苏青山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霸占了你的位置这么多年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把位子还给你，但求你，求你不要赶我走。没人会赶你走。愣着干嘛？快来劝劝！姐姐，苏墨染，你疯了！哀家手扶坐妖贵妃，脚踹叛乱潘王，3宫6院72嫔妃都能杀出一口血，一个哭哭啼啼的小白人，敢和我斗？苏墨染，你疯了！苏木然，当年是医院的疏忽，才造就了今天的悲剧，但不是青山的错。你为什么要把怨恨发在他身上？怎么回事啊？苏振海，苏氏集团的创始人，虽已退居幕后，可集团里真正能开板的，从来只有他一个。吵吵闹闹的，成什么样子？爷爷，他打青山姐。爷爷，孙女在外漂泊18年，虽没学过什么规矩，可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也是懂的。孙女才刚刚回来，妹妹就闹着离家出走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说我们苏家容不下一个养女？我这一巴掌是替爷爷教她规矩。你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我苏振海的亲孙女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别哭哭啼啼的，不然你就出去吧。我们苏家丢不起这个人。爷爷，青山姐是我们从小宠到大的，而我身上流着爷爷的血，是根正苗红的苏家人。对，墨染苏家亲孙女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。你们都消停点儿。10天后，我会在苏家的周年庆上向所有人宣布他的千金身份。什么？宫斗法则第1条，抱对大腿才能笑到最后。谢谢爷爷。真是我的好孙女啊！王妈。老爷有什么吩咐？墨染要住在这儿，给她收拾个房间。
老爷，家里只剩客房了。就收拾一间最大的客房。爷爷，怎么能让姐姐住客房呢？我把房间让给姐姐吧。哎呦，青山也懂事了，不过没有必要。谢谢妹妹，你的房间我就笑纳了。爷爷，我是您亲孙女儿，您家就是我家。客房再大，那也是给外人住的。自家人哪有住客房的道理？您说是吧？说得好，虎妈，把青山的房间收拾出来，墨染去住。爷爷，好了，你们年轻人聊吧，我休息去了。爷爷慢走。爷爷慢走。苏墨染，子墨，你别以为有爷爷护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打了青山姐，给她道歉，归还她的房间。子墨别这样，姐姐刚从乡下回来，她心里有气，想抢我的东西泄愤吧。我不怪她。打人抢房的是你，你哭什么？妹妹说的没错，我是有气。18年前，你的母亲因为贪心，将你我二人调换，以代替我的身份，享受我父母的疼爱，哥哥弟弟的保护。我就算回来，也会因为你排挤你、厌恶，而我呢，这18年来被你亲生父母虐待打骂，像牲畜一样被使唤。我这一身疤痕，怕是会留下一辈子吧。所以我凭什么不恨？宫斗法则第2条，学会利用已有的弱势，以利剑不撕开肉线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去死，只有这样才会把我欠你的都还给你。姐姐，苏墨染，你满意了？你非要逼青山姐去死，你才甘心吗？我错了。好了，道歉。愣着干嘛？给墨染道歉。大哥，你疯了！是苏墨染打的青山姐，还逼她去死啊！你别忘了，青山姐才是你最疼爱的那个妹妹。比起妹妹亲生父母的虐待，弟弟这耳凶不算什么，不用道歉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你们俩也都先回去吧，别在这添堵了。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事跟你没关系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算是哥哥给你的零花钱。
谢谢哥。原来有哥哥疼是这种感觉，我好羡慕青山。以后有什么想要的，就跟哥哥说。真的吗？嗯。哥，那我想要去苏氏集团实习，可以吗？我想要学习玉泉商业管理。好，我这去安排，你休息会儿。谢谢哥。区区500万怎么够呢？当年哀家踩着一众妃嫔的尸体，要的可不是一时的富贵，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。现在我要的也不是老爷子和苏燕之的偏心，而是借此把权力紧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小小苏家的床，竟比偌大皇宫任何一张榻都要柔软舒适。苏青山，这个卧室只是个开始，被你鸠占鹊巢的东西，哀家会一一剁碎。我才是苏家唯一的千金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难而退，滚出苏家！大哥，姐姐，墨然，珊珊听说你要来实习，说什么也要让我带着她一起。姐姐从乡下来的，都这么上进，我也不能偷懒，我也要为家里的事业尽一份力。珊珊懂事了。可是，大哥，要是别人问起我们俩的身份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妹妹，也都是苏家的千金，其余的话就不要多说了。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你俩一会儿一块去报道。相会有事儿。我一定会和姐姐好好相处，对吧？各位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同事苏墨然、苏青山，从今天开始算是正式加入我们市场部，大家欢迎。听说苏氏千金来我们部门实习，该不会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吧？哎，我也听说了，但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？两人穿着都很昂贵，看不出来。各位同事，大哥让我来实习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大哥，苏总吗？她就是苏总的妹妹，苏家金尊玉贵的千金就是她呀。怪不得气质那么好，大小姐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。你们别因为我冷落了别人。这位是？他昨天刚从乡下回来，大哥安排我们一起实习。有大哥的叮嘱面前，谅你不敢多说。乡下来投靠苏家的穷亲戚？她站苏千金旁边，就像小姐身边的丫鬟。苏总真是善良，居然让苏千金带一个乡巴佬一起上班。我哥是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墨然，是苏燕之的亲妹妹，也是苏家唯一的女儿。你们口中的苏千金是我，不是这个冒牌。苏青山，我刚从乡下刚从你真正的家回来，你父母坏事做尽，偷换我俩的人生。我苏家人善良，不和你们一家计较。可怜你，才继续养着你。
我呢，也不会跟一个养女过不去。苏青山是假千金，他竟然冒你的身份，瘾真大，害我们认错人。苏青山是千金，他竟然冒你的身份，我叫苏墨然，也是苏家唯一的女。闭嘴！你闭嘴！这是我苏家的地盘，我还不能说话了。大哥说过，不准你说多余的话。真话算是多余的话。哈哈，好了，今天是迎新之日，大家为二位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，让大家放松一下啊，放松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您消消气，别跟妹妹我计较了，行吗？你做什么？姐姐别误会，在我们大城市，婚事是一种欢迎仪式。我忘了，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不知道城市。是这样吗？忘了和大家说个事儿，本来我是想低调点，但是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，还是告诉大家的。市场部总监顾环是我男朋友，苏家和顾家已经在商量我们的婚期了。她是顾总监未婚妻。我们在顾总监手下干事儿，怎么对不起他的女人？所以呢？所以，我作为总监未婚妻，替他欢迎你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欢迎。苏氏对你来说，就是龙潭虎穴，识相自己。姐姐，乡下灰尘很大吧？我这杯水还可以帮你清清身上的尘土哎，希望你不会介意。我当然不会介意。不过你知道吗？曾经也有个人往我身上泼水，他说他手抖。承蒙姐姐平日照顾，姐姐请喝茶。不好意思，手抖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想知道吗？不想。可是我想让你知道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乱来！你敢！现在知道了，我是这样回答的。宫斗法则第3条，以牙还牙，交得自在。你敢泼我！哦，妹妹，你怎么生气了？你还明知故问！可妹妹不是说这是城里的欢迎仪式吗？妹妹也是今天的新人，光欢迎我怎么能行呢？妹妹，
你身上的罪孽很重吧？偷窃了我18年的人生，我这么一大桶水下去啊，洗刷了你身上的罪孽。你还得好好谢谢我，给我等着，会放过。各位，以后共事请多指教。迎新到此结束，大家呢都回各自的岗位工作去吧。人择虎穴用我，哀家引人踏平了，当不公。漠然，这是你要的最新项目书。谢谢。不过你刚来，为什么要看这个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快一点熟悉业务的部门。漠然，怎么了？顾总监找你。顾总监，我的好妹妹这是去告状了。漠然，顾总监他不是那么好应对的。哦，你刚来可能不知道。顾环他是空降来这儿当总监的，你别看他只是一个部门领导，可他背后是整个豪门顾家，得罪不起。漠然，不然你先找个借口躲躲，等苏总来了再说。该来的躲不掉，那我就好好去会一会这位顾总监。樊哥哥，我的新衣服全被那女人给毁了，她还当众让我难堪，说我是假千金。她一个乡下来的土妞，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！她说她是真千金，她还要抢走我的一切。樊哥哥，我害怕。别怕，你放心，今天我就教她什么是规矩。苏小姐，总监在忙，还请你稍等片刻。不是他让我现在过来的吗？哦，是，但是他是总监，他叫你等着，你就得等着。以权压人，这一套我收。那你就在那里。哎你啊！你怎么敢？妹妹也在这儿，不是顾总监找我吗？顾总监呢？哦，没了您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哦，皇儿，皇儿，婉儿，谁允许你这么叫的？他是我的皇哥哥。认错了，认成了哀家那个不成气候的蠢儿子。认错人，哼，这借口倒是新奇。皇哥哥，他就是故意在勾引你，想把你也从我身边抢走。那是痴心妄想。我对乡下人过敏。那你来叫我干什么？我让你在外面等着，谁让你擅自闯进来的？滚出去，继续等。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等人的。倒是妹妹，你是来公司喝茶的吗？皇哥哥，闭嘴！珊珊是我未婚妻，我让她进来喝杯茶，再自然不过的事儿。倒是你，上班第一天就欺负同事，对我这个总监摆脸色，是不想干了吗？怎么？你要开除我？只要你给珊珊道歉，我可以考虑留下你。他还笑得出来？他惨了。你笑什么？苏漠然，
原来你也知道我苏漠然，记住了，这个公司姓苏，不是姓顾。要开除我，你还不够。母后救命！母后怎么办？母后帮帮儿臣！哎呀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货？唉，顾环，没想到转世之后的你还是如此蠢笨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好话不说第二遍。想打我？我警告你，你再敢出言不逊，我会让你哭着滚回乡下。环哥哥，算了，不要和姐姐计较。她是乡下人，不懂职场规矩，想来冲撞领导也是无心的。珊珊，你就是太善解人意了，才会被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给欺负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姓什么，现在我是你的领导，我说让你滚蛋，你今天就得收拾东西走人。姐姐，你别犟了，我不要你道歉了还不行吗？什么你不要？说的我好像要给你道歉似的。好疼！不过不怪姐姐，是我自己没有站稳。大家可都看清楚了啊，是顾总监先动手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敢欺负珊珊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你松手！我是你领导，我是你妈，是你妈。你疯了吗？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当年太子监国私通外戚，哀家照样拿着家法抽他脊梁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管我？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疯了吧你！谁让你坐位置的？起来！这里的视野我很喜欢，以后这个位置是我的。你在说什么，姐姐？平日里抢我的东西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抢环哥哥的东西。这里是公司，不是在家，不是你说了算。那谁说了算？大哥吧。总裁办公室吗？我找苏总。苏总在开会，请问您找他什么事儿？你跟苏总说，我要谋权篡位。我需要个解释。你们明明是第一天上班，为什么要闹事？大哥，是我的错。就算姐姐把果汁倒得我满头满身，我也不该找环哥哥告状。珊珊，你没有错，是这个女人逞凶斗恶，甚至还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怎么回事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漠然，是你说要到公司来学习，怎么自己带头闹事？大哥，你别骂姐姐。环哥哥要不是为了护着我，也不会被姐姐打骨折。苏总，我没事，倒是珊珊受委屈了，被这个所谓的姐姐当众羞辱。环哥哥，你也别说姐姐了。漠然，珊珊是你妹妹，我让你们互相照顾，你怎么能打她？
姐姐不承认我这个妹妹，她还跟同事说我是假千金，让我滚出公司。我不走，她就把锅气到我身上。你这倒打一耙的样子，倒是像极了当年被我掌掴的白莲萧贵妃。可惜啊，演技差太远。我没演。苏墨然，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珊珊这么善良单纯的女孩，容不得你污蔑。不然，你跟珊珊都是我亲妹妹，都是苏家的，你就不要再针对她了。你们都说我针对苏先生，那不妨看我事情的真相。各位，看清楚了。珊珊，你关掉！妹妹别急，还有呢。你干什么？姐姐别误会啊，在我们大城市，泼水是种欢迎仪式。我忘了，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不知道这回事。我想问二位，这真是城里的欢迎仪式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礼尚往来欢迎妹妹，怎么能说我欺负她呢？你早有准备。妹妹言重了，只是在你和顾总监悠哉喝茶时，我在为日后的工作熟悉流程和环境。这是茶水间。哦，还有，每一个地方都带有录音功能的摄像头，以保证点录的全音。刚才迎新的区域也有这个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有他们在，所有的事情都会留下最真实的记录，真的。幸好有这个，不然在你们认定苏青山为单纯无辜的前提下，我就百口莫辩了。苏青山，你恶人先告状是吧？大哥，我只是想和姐姐开个玩笑，我没想到姐姐她那么大反应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乡下人开不起这种玩笑。还有，只有双方觉得好笑才是玩笑，不然就是单方面罢了。我没有。苏青山，你父母在乡下对我非打即骂，现在我好不容易回来，要被你欺辱，你觉得我能忍？大哥，你觉得我该忍吗？大哥，好了，别再说，跟墨染道歉。大哥，你不疼我了吗？这里是公司，公事就得公办。要是仗着家里的关系在这胡作非为，就回去当你的叔父的千金小姐，以后再也别来公司了。对不起。妹妹在跟我说话吗？我没听清啊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这么大声干嘛？吓我一跳。墨染，青山是不懂事，那你呢？刚才你在电话里跟我说谋权篡位，又是什么意思？洪总，你这妹妹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了，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就想夺我权抢我位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大哥，你先看看市场部最新的项目书。什么意思？项目书上有3个隐蔽的漏洞，
只是我做的项目规划书有问题。是又如何？姐姐，这是环哥哥熬了3个通宵才做出来的方案，你不能因为讨厌我就抹黑掉他所有的努力啊！通宵做出来的垃圾，这不是垃圾吗？说什么？投资5个亿的项目，方案上的规划图潦草不堪就算了，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要偷工减料。这要是在过去呀，混账！你能告诉哀家，这以夯土为基，杂以碎石，是何用意呀？回太后，碎石价廉玉德，省工省料。闭嘴！你们是什么？是他！可有半分想着低坝下游数百万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？拖下去！秋后问斩！太后饶命呀！太后，太后饶命呀！太后。这要是在过去，唉，可惜了。现在社会，杀人犯不可。你胡说！这是环哥哥的心血，他才不会偷工减料呢。闭嘴！默然，你一直在乡下工作，根本没有学过项目管理，又怎能看出这里面的漏洞？安垂帘听政处理过的奏折比这项目书复杂100倍、1000倍，区区一个集团的项目漏洞，还能得过5月奖？可能是血脉相承吧，就像狮子天生会狩猎，老鹰天生会讨喜。商业管理是刻在苏家基因里的东西。我作为苏家的千金，比起外人，自然是更有天赋些了。血脉，苏家的血脉。苏默然，你什么意思？苏默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过就是在乡下野惯了，缺少些小聪明罢了。妹妹，别急着对号入座呀，这里的外人又不止你一个。好了，你做得很好，这个里面的确存在漏洞，但我需要解决方案。解决方案是有的，不过我以什么身份插手呢？我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是没有资格过问集团5个亿的项目的，唯有资格接你怎么敢？总监是为你做的，我自然也做了。默然，你知道你在要求什么？大哥，我不是在提要求，而是在向你证明，谁才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那个人。大哥，你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忽悠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市场部的总监。谢谢苏总。苏总，那我呢？顾环，如若不是你小叔的关系，我不会让你空降总监之位。你小叔也答应我了，如果你的能力不够，任何处置。你有2个选择：离职，又或者去当总监特助。明天开始协助默然工作。什么？你让我给这个女人打下手？考虑好了再回来找我。都出去吧。环哥哥，一个总监之位就把你气成这样，我的目标可是这个。爷爷，请喝茶。默然呐，听你大哥说，第1天上班就当集团总监了。爷爷，我就说嘛，你是爷爷的亲孙女儿，你有能力有胆识。
至于顾家那小子，他就是一个草包。我看他叔叔顾晨舟的面子，才把他留在苏氏的。顾晨舟，对，别看他30多岁就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，他才是顾家真正的掌权人。这么厉害？这小子特别孤傲，还不近人情，别说攀附8姐了，很多人连见他一面都是非常难的。不过说来呢，明天你可能见到他。我们苏氏集团40周年庆，给各大豪门家属都递了请帖。对了，你的爸妈明天也会由国外飞回来。爸妈，爸妈，你们要替女儿做主啊！姐姐一回来就危险要夺走我的一切。我现在住在又暗又冷的小房间里，身体好难受。别哭，爷爷和大哥为了他训我，给外人住。我怕有一天他会把你们也抢走，那女儿就不活了。好，那女儿等着你们回来。姐，谢谢。子墨，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弟，但这么多年的相处，我们已经胜似亲人了。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我只认你一个亲姐，那苏沫然算什么东西？还苏氏千金。你放心好了，宴会那天我不会让他出现的。请问您喜欢哪套？哪套最贵？啊？我要最贵。好。好了，苏小姐，车弟在外面等候。苏老，恭喜恭喜啊！苏氏40年，基业长青啊！过奖，是胭脂干得好。不，爷爷，是您教的好。苏老好福气啊！有胭脂这么杰出的孙子继承衣钵，还有这么优秀的孙女接替总监的位置。是青山？不，是墨染，我的亲孙女。是传闻中刚找回来的那个女孩。正是。今天这个宴会，除了庆祝集团40周年，我还会正式宣布，苏家的真千金回归了。动手。姐，搞定。苏沫然，这就是你妄想和我斗的后果。苏家有，且只有一个千金，那就是我。顾总，美国公司那边派代表来拜访您，现在人已经在公司了。请问您是去会面呢，还是按照原计划去参加苏氏集团40周年庆典呢？去公司。那宴会那边
那种缺乏价值、没有意义的场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是。怎么了？他突然就冒出来了。先生，帮个忙。秀女默认，不求良缘，不慕虚情，唯愿步步登高，直达青云之巅。野心不小。皇上，你叫我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先生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小姐，我们顾总赶时间。闭嘴。说。麻烦送我去参加苏氏40周年庆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不先去趟医院吗？啊，没事，小伤。你能送我去吗？非去不可。我要去那里都可以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顾总。苏兰姐。是。穿着吧，你拼了命要来这儿，说明这个宴会对你很重要。谢谢，不过我不喜欢欠人东西。500万。我叫苏墨染，有缘再见。想说，没你这么丢人的职务。你都知道了。你一个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竟然被一个乡下回来的实习生所取缔，真好命。哎，小叔，是苏墨染的女人陷害我。苏墨染？对，那可恶的女人就叫苏墨染。苏墨染？对，那可恶的女人就叫苏墨染。我叫苏墨染，有缘再见。难不成她是苏家那个流落在外的千金？苏老爷子也真是老糊涂，居然在这么重要的宴会上宣布他真千金的身份，这不让我们珊珊难堪的吗？顾总，我们现在回公司吗？不去了。顾总不是这个届参加这种宴会的。你懂什么？小叔这是要替我和珊珊教训苏墨染那可恶的女人。小叔，等我。爷爷，吉时已到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大家百忙之中
赏脸前来，苏氏集团没有今天，少不了大家的帮助和支持。此外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今天既是我苏氏集团40年周年庆，也是我苏振海的亲孙女苏墨染认祖归宗的日子。恭喜恭喜啊！真是双喜临门啊！现在我隆重介绍我苏家真正的千金苏墨染。没来，这么重要的场合都能缺席，这真千金不堪大任。敢放苏老的鸽子，果然是从乡下来，没规矩。怎么回事？不太清楚。不像话！既然这样，认真指教。爷爷，你不是说都搞定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来晚了。你没事吧？大家好，我叫苏墨染。在过去的18年里，有人借用我的身份住我的房间，享受我父母的宠爱。这场漫长的误会到此结束了，因为我苏墨染，苏家真正的千金回来了。他这些话是说给苏青山听的吧？听着是霸气，可这狼狈样儿，他干嘛去了？刚出了场意外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随便穿一个男人的外套就来了？你迟到，不会是因为……枉费大家等你这么久，原来是去找野男人婚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刚从乡下回来，身上还有很多陋习，但今天是苏氏很重要的场合，你就算是再按耐不住，也不能不顾及爷爷的面子啊！你到底去哪了？你穿的是哪个男人的衣服啊？爷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什么不知道？不过是不敢说罢了。跟不三不四的野男人出去鬼混，不知廉耻，不配做我们苏家的人。就是，老实交代，那个男的是谁？是我。是我。顾总是顾总，顾总。小叔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会认识？顾神州，他就是。刚刚爷爷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在路上被人恶意忽悠，出了车祸。对方像是算准了时间和路线，不要命的撞了过来，可惜还是没能算准，没能拦住我，我来认祖归宗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庆幸这辆车没能要了我的命。晚到总比不到好，只有活着，才能拆穿肮脏的算计，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谢谢，物归原主。举手之劳吗？苏老，您不介意吧？顾先生，说笑了。墨然能得到您仗义相助，也是我苏家的莫大荣幸。行，那你们继续。诸位，既然墨然已经来了，任期仪式正式开始。好，爷爷。墨然，这是我苏家祖传的镯子，我想给你戴是最合适的。谢谢爷爷。等等，终于来了，爷爷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苏老，离人不厚道。我们把闺女养这么大，虽说不是亲生的，但也有感情啊。你们凭什么说认就认回去？是不是欺负我们乡下人？还有没有天理？闺女，妈好想你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对妈妈？闺女，现在发达了，不能当白眼人。你不是跟我们说过，认亲后用苏家的钱给我们养老，让我们享福吗？墨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当然是我们含辛茹苦把墨然拉扯大，养恩可比收恩重多了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？我们不能白给别人养女儿，把她接回苏家享福可以，但我们一起来。你妄想！苏家不会接受你们。怎么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是吧？这样吧，今天你们先回去，就不要在我们苏氏集团的40周年庆上。随后我会找人联系你，到时候足够支持。拿点钱打发叫花子呢？是我们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没有我们，你们苏家亲戚早没了。现在他认为有钱的家人就想把我们一脚踢开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你们想要怎么样？这贱丫头被我从小打到大，见到老子都不怕，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？把我们带进苏家享福，给我们养老。不可能，那你个老子回去！苏家凭什么2个女儿都要？还我们一个女儿！请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。我们和这丫头没感情，这个才是我们认定的女儿。墨然，跟妈走，放手！怎么当了几天千金大小姐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？不用说什么东西。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？你养了？你有病吧？别动手！你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人贩子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还有你，这也不是他养父母吗？这么绝情？这人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折寿啊！还没养了他18年，他现在连爸妈都不叫了，还给我们扣人贩子的帽子啊！人贩子，顾名思义，用偷、抢、拐卖等手段掳走妇女儿童。我们什么时候偷小孩了？当年报错了而已。而且我们这么穷，把你拉大，我们容易吗？我们需不需要我提醒一下二位，这18年来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把我拉扯大的？动辄打骂，还是喝醉了酒就拿我撒气？你胡说八道！养孩子不是养牲畜，你们别指望给我留口是午饭，我就可以对你们摇尾巴。还有，18年前被报错的事儿，我正在查，你们就祈祷当年你们的手脚干净，没留下什么把柄。
否则就真成了恶意偷人家孩子的人贩子，会把牢底坐穿的。查什么查？报错了就是报错，有没有报错，问问不就知道了。你要打给谁？我已经派人去我母亲当年生产的医院调取监控资料，相信真相已经出来了。心虚了。你们过来闹事的目的是怕我留在这儿威胁到你们亲生女儿。你们的宝贝女儿苏青山，哦不，陈青山，是怕我回来抢走她的一切，所以教唆你们过来闹事，把我强行带走，然后好安稳的做她苏家大小姐的位置，对吧？不对。不关我的事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这对双胞胎。看吧，真正的白眼狼不是我，而是他。你们处心积虑的为他做这么多事儿，可是他不领你们的情啊！才不是你说的那样，闺女。谁是女儿？别碰我，滚远点！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说过要报答我们的。凡，残忍！你他妈放开我！闺女，闭嘴！我姐姐说的对，他们两个都是人贩子，我跟姐姐都是受害者，赶紧把他们俩给我抓走，带下去！快放心，快走！没良心，捡旗子，当初就不该把你换去有钱人家。你看，你别忘了，你姓陈，你他妈永远是老子的狗！宫斗法则第4点，除掉敌人最高明，挑拨离间，奸盗杀人。陈青山，你测过智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那要不然你们祖一家都是第一。你看，这是医院电话吗？你炸我！但凡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，18年前的监控怎么可能留存至今？我只不过做做样子，你们就上钩了。不是蠢，是什么？这苏青山这么着急把亲生父母送进监狱，怕是舍不得这荣华富贵吧？又蠢又狠，细思极恐。他怕不是早就知道偷欢一事了？爷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爷爷。太平广众之下，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想哭，出去哭。诸位，发生点小意外。今天呢，是我们苏氏40周年庆，也是我回来的好日子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、任何事儿打扰我们的心情。当然，当然。苏千金说的是。哼，有点意思。爷爷，我的镯子呢？默然，这是苏家祖传的首饰，我看你一戴最合适。来，谢谢爷爷。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记着，从今天开始，苏默然是任国祖宗的苏家千金。谢谢各位，那以后请多指教。好。等一下。啊，妈。一个乡下来的下三滥，肯定不是我们的女儿。这丫头在外面演了18年，怎么配得上我们苏家大小姐？
没错，珊珊在我们家养了18年，她就是我们的亲闺女。哇，苏家父母不认亲生女儿，什么情况？活该！花生头。苏青山最大的靠山就是我那风流倜傥、没有实权的废材。你笑什么？没一点教养。爸，珊珊都跟我说了，这个丫头刚从乡下接回来，她就打了珊珊，粗俗又野蛮。今天敢打妹妹，明天是不是就敢对我动手了？爸，听说她刚到公司就要了个总监的位置，如此狼子野心，照这样下去，到最后她不是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为非作歹？这任她这个野丫头胡来，我们苏家的颜面要不要了？我们苏氏集团的声誉还要不要了？妈，您别激动，身体重要。珊珊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。珊珊才是我们精心培养18年的女儿，就算是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也认她是我的亲女儿。苏夫人，你不认我没关系，但是对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外人演母女情深的戏码，您不嫌恶心？什么外人？她是我一手养大。是啊，你亲手养大的女儿，窃取你亲生女儿人生的贼。是啊，你亲手养大了一个窃取你亲生女儿人生的贼。你锦衣玉食养着别人的孩子，而你的亲生骨肉我，在乡下被人虐待打骂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苏夫人，您真伟大。妈，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妈妈呢？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妈妈是无辜的。珊珊，换孩子是你父母的错，你才是无辜的啊！行了，你们都不无辜，纵容恶行才是最大的罪过，而你偷换人生的既得利益者，享受我的人生，受尽宠爱，锦衣玉食。大家评评理，他无辜吗？活该！你强词夺理，难登大雅之堂。爸，墨染虽然流着我们苏家的血，但毕竟不是我们养大的，他是什么品性我们都不知道。我勉为其难让他留在我们苏家，但公司他就别去了。他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什么都不懂，瞎指挥，只会给苏氏带来损失。爸，总监的位子就腾给我们珊珊吧，好歹她也是读过正经大学的。想抢我的东西，恐怕你没有这个本事。那你又有什么本事啊？在乡下种地，还是养猪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好啊，赌什么？赌你手里所有的股份。你敢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？够了！我做主。事情这么定了，叔叔下半年疗养院的项目由墨染、青山各自拿出一个策划，让他们凭实力说话。爸，给他机会，我谅他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。但是我丑话要说在前头，你如果输给珊珊，你就立马给我搬出苏家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那抱歉了，你得学会忍受我这个女儿的存在。什么？因为我不会输。
就这么走了？你也看到了，我的亲生父母并不待见我，我何必继续待在里面自讨没趣呢？何况我的目的已经达成。看不开？错，我不是看得开，而是沉得住气。所以你是故意激你父亲，然后制造机会抢他的股份。苏氏现在的管事是我大哥，我父亲光持有股份却不做我，我拿过来物尽其用，不好吗？你跟里面的人不一样，挺聪明的，没白长这张脸。我的脸，我喜欢。小叔啊，你今天看起来特别高兴啊。你觉得我这脸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特别帅。说干嘛？啊，你现在和苏漠然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目前没关系。太好了，小叔，你刚看到了他有多嚣张？就是那个女人，她在公司完全没给我们顾家，没给您面子，还敢让我当她的助理，没门儿！是。去哪儿啊？做他助理。啊！小叔。你的身后空无一人，你不是人吗？姐姐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敢。妹妹说笑了，好戏不都是压轴登场吗？好了，言归正传，这次疗养院的项目首要的是选址。你们看，这是公司这次评估出来比较合适的2块地，详细的情况都已经在上面了。既然爷爷说了要让你们俩公平竞争，那我就不多话了。你们俩谁先选？是那块地，左边那块地。我选左边那块，它的优势很明显，周边设备更齐全。更重要的是闹中取静，这无疑更适合疗养院的环境。看来你做了不少功课。有这么多董事的支持，我对这次项目很有信心。这块地风水是不错，妹妹好眼光。姐姐，有时候决策速度很重要。你要是想和我抢那块地，我就不和妹妹抢了。我选右边那块地。
什么？默然，你确定不再争取一下？这2块地孰优孰劣，一眼便知。乡下长大，果然不行，见识环境。这项目舒青山赢定了。那就谢谢姐姐承让了。先别谢得太早。喂，我叫你没听见吗？我叫魏吗？苏默然，你不是很能争很能抢吗？所以呢？你知道你选的那块地什么情况吗？那一块是新兴拓展区，有一定的发展潜力，但开发难度和前期投入巨大，就是拿来凑数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比了，你输定了。我输了，你急什么？你要不是我小叔让我协助你工作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顾沉舟，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我不是皇帝，我是太后。哀家从不打没有胜算的仗。小叔怎么会喜欢这么奇怪的女人？爷爷早上好。你和青山的规划我都看了，选址呢是一项长期投资，是一个项目的开始。从选址上就能看出一个决策者的规划能力。不然你让我太失望了。这个项目以后就交给青山。谢谢爷爷。爷爷，各部门我已经打好招呼了。青山，你的项目随时可以启动。爷爷，大哥，我早已安排人购入了那块地皮，施工队也已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动工。你买的那块地，先下手为强嘛，免得遭人惦记。我就知道嘛，从小被我们精英教育培养长大的珊珊，肯定比吃糠咽菜的乡巴佬来的有本事。你之前在那么多人面前大放厥词，现在可得愿赌服输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姐姐是要出尔反尔，我倒是不介意了。就是那天金氏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在，姐姐要是反悔了，丢的可是一整个苏家的脸。默然，这是你自己立下的赌约，爷爷到时候也帮不了你啊！还敢肖想我的股份，真是无知者无畏呀！哼！晚上让王妈把你的行李收拾出来，早点把房间还给珊珊。不急。妈，我身上流的不是苏家的血，我住在客房是应该的。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心甘情愿的回到你那个穷山沟里去的。你虽然是我亲生的，但你没有一天是我带大的。我和你之间是没有母女缘分的。苏默然，这个家是没有你的位置的。位置可从来都是靠自己挣出来的。默然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履行赌约了？恰恰相反。哼，那你现在就该愿赌服输，收拾东西滚出去。可输的人不是我呀。爷爷说了，这项目归我，我的策划案赢了。是你做的策划案，还是众董事为你做的策划案？是，我是打招呼给各董事协助珊珊，但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在职场，人脉资源也是一种能力。好，我认。那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默然，你的项目策划书后续规划非常亮眼，但对于燎原来说，环境非常重要，所以你选址不如青山，输在了开端。
确实，选址很重要。你已经购入了这块地。是啊，1个亿买的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很沮丧，但是我不是在替自己沮丧，而是在替你沮丧。什么？那块地不能动。我花钱买的那块地，我怎么就不能动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大哥，地皮勘测和挖土活动已经开始工作了吗？当然。那就等电话吧。什么电话？不好了，副总，怎么回事？疗养院那块地皮挖出了不少心脏体。什么？专家说这块地极有可能是大唐皇帝的墓穴，这地皮是皇陵啊，挖不得。我说了，这地皮用不了。这不可能啊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前期调研没有任何问题。沉睡千年的皇陵，岂是那么容易被发掘的？妹妹，这块地你白买了。这地我买了就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文物保护法第5条，大夏境内地下、内水、临海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归国家所有。妹妹，你别知法犯法呀！你早就知道那里是皇陵。此次出来围猎，竟发现如此宝地，倚龙山，傍风水，藏风聚气，明堂开阔。待朕100年后，若葬于此，必能福泽子孙，有万世永昌呀！陛下，不可妄言。朕天不怕地不怕的皇后竟忌讳这个，生死乃天命，迟早要议的。答应朕，若朕携你而去，允朕于此地长眠。好，我只是答应了一个人，履行了一个承诺。你和别人串通起来陷害我！妹妹未免疑心太重了，所有的董事都站在你那边，我还能串通谁呢？至于考古这事儿，我还能未卜先知不成？这块地，上求国家。那我的项目呢？从现在开始，疗养院已经不是你的项目，交由我来处理。谢谢爷爷。凭什么？大哥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对疗养院来说，环境才是最重要的。前期选址就决定了成败。爷爷，好了好了，有时间在这哭，不如好好想想怎样去填补那1亿的窟窿。哎，我累了，我休息。可父亲刚才不是说愿赌服输吗？这项目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谁知道后续能不能顺利推进？我没输，我怎么会输给你一个黄毛丫头？我没有你这个咄咄逼人的女儿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走着瞧吧，我会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你一群废物，不敲打到痛处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市场部人呢？您父亲说了，
要开源节流精简人员，所以就开了我手底下所有人。那燎原项目启动资金呢？怎么还卡在审核阶段？苏总监，不是我不配合，现在公司才亏空1个亿，资金的审批会比较严格，需要各个董事的签名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不然呢？他就是个传话的人，做不了这个。真正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上面的人。你是说你父亲？那是明面上的，来自暗处的敌，才防不胜防。你指的是苏总，你大哥？嗯。你大哥不是挺看重你的吗？是他亲自提拔你为总监，怎么会给你使绊呢？作为一个还算有价值的人，他当然乐意接纳并且重用我。但我一旦赢了赌约，拿了我父亲那部分股权，大哥的位置可就走不了。那你完蛋了，没钱可办不了事儿。我走了。上班时间你去哪儿？反正项目没办法停，与其在这儿和你大眼瞪小眼，不如去拍卖会碰碰运气。什么拍卖会？那块地划出了黄历，据说有件陪葬品偷流了出来，就在今晚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卖。陪葬品？京师不少人收到了风声，今晚都会去凑热闹。谁不想捡漏那宝贝呢？你有拍品图册吗？给我。走了。是他。请出示邀请函。邀请函。今夜的拍卖会非同寻常，有一件极为珍惜的古物拍品。为了保证现场的秩序和竞拍体验，我们必须严格控制人群，不管是谁，都得贫寒入内。请问如何获得邀请函？由主办方分发给各大豪门世家，每张邀请函可以带2个人进入。我是苏家。是苏先生和苏千金啊，快请进。哎呀，姐姐怎么来了？项目不忙吗？托你们的福，暂时不忙。哼，商场如战场，你以为项目那么好做的？别太高估了自己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姐姐，一张邀请函只能进去2个人。那我和爸爸先进去了。得想办法，我今晚必须进去。里面的拍卖会即将开始，小姐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怎么了？顾总，您快请。你怎么也在啊？来搞钱。啊，我懂了，你是想捡漏发一笔横财？怎么不进去啊？没邀请函。那你怎么进去啊？我跟他进去。那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抛弃我自己的侄子，带你进去，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想必所有人来都是为了那个陪葬品。顾先生，你带我进去，我帮你拍下它，所得3积分。大话谁不会说？小叔，你别……我带这位小姐一起进去。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
珊珊，那件陪葬品你有把握吗？爸，我提前安排人研究了今晚所有的藏品，8、9不离10。如果能顺利拍下，就能填上那1个亿的土地亏损，而且还剩下不少。你怎么进来了？顾总，苏小姐今晚是我的女伴。顾总，我不知道我女儿是用什么方式诓骗您的。她从小在外面也惯了，不懂规矩，做事鲁莽。您何等身份，可千万不要为了她惹上不必要的闲话。苏先生，我想您误会了，是我邀请了你女儿。那至于她的能力和为人呢，我更相信我自己的判断。拍卖会开始了，走吧。好。欢迎大家前来捧场，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，包金9连环银簪，起拍价50万、60万、70万、80万、100万、300万、 500万、700万。姐姐，大家都拍到了心仪的藏品，你呢？是没有看上的呢，还是根本看不懂啊？原来你心里讲过呀。你说什么？我的话那么难理解吗？你花5000万拍下的青釉刻花梅瓶是假的。珊珊从小就跟我出入这种场合，见过的古董不计其数。你在乡下，怕是连青花瓷都没见过几件。哼，就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！爸，你相信我，我找专家研究过，这极大可能是大梁皇帝的陪葬品，价值连城。看样式是大梁花瓶，只可惜是个高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就凭这瓶身上少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缺口。怎么了？这么好的物件，可惜了。朕以为什么大事？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件，磕了便磕了。朕是怕伤了你的手。话虽如此，可这毕竟是陛下所赐，臣妾心里总是有遗憾。朕倒是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你看，它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瓶子，但现在呢，被皇后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缺口。就你会哄我开心。大梁的珍品青釉，釉面宝光内敛，温润沉静，花纹带着画匠一气呵成的磅礴气韵。而这件釉光过于浮亮，笔触拘谨时宜，细节处可见的模仿痕迹，一定是假的。这小姑娘说的在理啊，可信度很高啊，5000万买个假货，绿大了哟。不是，你懂什么？别胡说！你一个乡下的野丫头，懂什么古董鉴定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有没有胡说？等结束后找专家鉴定不就行了？不用你说，我们自然会找。你也别光耍嘴皮子功夫了，有本事你也拍一件宝贝，让我们大家看呢。哼！
父亲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各位，接下来要拍卖的是一幅画。这什么画呀？你打开让我们大家看看呢。出于保存需要，暂不展开示人。开什么玩笑？画不让看就拍卖，风险太大了。就是，谁知道里面是不是破损严重的？他是来糊弄外行。你对这画感兴趣？就是他。那这画就是所有人都去找那个陪葬品。这幅画起拍价300万，有没有人要出价？500万。顾总，您别被姐姐给骗了。 500万一次。这顾承舟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，他敢这么下注，看来这画有点东西。这小姑娘分析的头头是道，说不定她真懂古物。500万2次。800万。1000万。1200万。2000万。你们疯了吗？他信口开河说几句，顾总捧个场，你们就都跟着往火坑里跳。他一个乡下人哪懂什么鉴宝？你们别被他给骗了。2000万，还有没有人要加价？姐姐，你要害死大家！好吵。怎么办？那正规的方式行不通，那就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！点天灯。这画作还没打开呢，顾总就为此豪掷千金，太冒险了吧？那我也不跟了。你就这么相信我吗？你不知道我相信吗？知道。顾总点天灯，毫无疑问成交。恭喜顾总以点天灯的方式获得这幅画作。去吧，拿回属于你的战利品。No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诓骗顾总给他点天灯，拍下的是个什么货色。是的，时隔千年，我竟还能亲手触碰到它。姐姐，您这么笃定？不然给大家看看这画作里有什么玄机啊？对呀，苏小姐，打开让我们长长眼。究竟是何佳作，值得顾总点天灯？该不会真是传闻中的皇陵陪葬品吧？既然各位如此好奇，那便给大家瞧个热闹。怎么回事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什么都没有啊！一张白纸，画作上却没有画，这不就是一张废纸？顾总，我劝过你，我这个女儿啊，粗俗顽劣，满嘴谎言，不值得您这么信任。姐姐。刚还信誓旦旦地说我的花瓶是假，
原来就是随口捏造啊！不过呢，就算我的花瓶是假的，也比没有的好。这个小姑娘在这装神弄鬼半天，结果最后得来一废品，还陪葬品呢？哪位皇帝会拿一张白纸陪葬啊？顾总这次算是看走眼了，被这个女人骗得这么惨。顾总，您稍等我一下，你帮我拿一下。你好，这杯水可以借用一下吗？啊，您请用。谢谢。他要干什么？该不会……姐姐，你不会是要恼羞成怒毁了画作吧？逆女，快住手！徐小姐，胡闹！你们快看啊！太美了，好神奇啊！行了，别看那刻画的瓶子了，来看看朕亲手画的画。嗯。陆晨谢眼拙，这什么也没看到。朕用的颜料呢，乃是西域进贡的无影煞。此颜料一旦干透，便会隐去形迹，看似白纸一张。这么神奇？朕何时骗过你？那皇上画的是什么呀？秘密。皇上，来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告诉我，画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要是想知道这个秘密呢，必须往画上泼水，此话我不行。那个秘密，你们看，那画上有大梁皇帝的落款，这是真迹，这画真是陪葬品，旷世奇珍，价值连城啊！这市场估值最少10个亿，顾总真大发了！怎么可能？他如果真能变古迹的话，那我们花5000万买的瓷瓶，岂不是真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假的？爸，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爸，拍卖会到此结束。顾总，说好的3、7分，10个亿的话，顾总得给我3个亿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画里的秘密的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瞬间，我要的。如果我说是老祖宗托梦，你信吗？行，你说我就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我的眼神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苏沫然，
你到底偷在看谁啊？一个故人。故人，看来是过去式了，说明我还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这么聪明，你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啊？我想你会一步一步走向我，我想你会了解最真实的我。中午晚上上脸吃个饭。哎，你爷爷，这是项目具体流程，您看看。哈哈，不然呢？我知道昨天你在拍卖会做的事儿，你呀是个有胆识的人，把项目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你呢，今后就放开手脚的干，爷爷支持你。是爷爷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哈哈哈哈。爷爷，我特意给您切的水果。放了吧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对项目特别急于求成，但是也不能不择手段啊。哦，我倒是好奇，我怎么不择手段？这外面都在传你为了钱和资源爬上副总的床。姐姐，你要是缺钱啊，可以跟家里说，千万别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丢了咱们苏家的脸。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比宫里的嬷嬷还要封建啊？你先不说我跟顾晨舟没有什么吧，就算有什么，就不能是他顾晨舟爬我的床。你说我爬上他的床，怎么？妹妹你在床底下偷看啊？妹妹还有这种癖好？是外面传的，又不是我。是外面在传，还是你在搬弄是非啊？你很闲吗？我好心提醒你。都闭嘴吧。爷爷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苏家不眼钱，更不养搬弄是非的人。如果你喜欢嚼舌根子，我劝你呢，还是回你真正的家吧。村子里边那边妇女应该跟你有很多话。不然呢，我呢让你休息了。爷爷，我扶你。自整吧。姐，给我点钱呗。我现在哪来的钱？项目亏空了1个亿，再加上拍卖会损失的那5000万，我都成穷光蛋了。你可不能不管我啊！是你教唆我去赌博的，你还说你是我的好姐姐，会给我钱让我放心赌。子墨，不是姐姐不帮你，实在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。找顾恒呀，他不是你未婚夫吗？自从爷爷当众认回苏墨人，顾家就以我不是真千金的理由，取消了我和顾桓的婚约。那怎么办？我欠赌场8000万，还不让肖斌砍手的呀！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苏墨染账户里有3个亿，这8000万对他来说不就是小钱？那个女人不会给我的。他不给，就逼他。怎么逼？
苏梦然，该滚回乡下的人不是我，是你！我会让你身败名裂，知难而退。还是现代好。这么个小小的屏幕，竟能装下一书柜的作者内容。总觉得忘了点什么。姐，工作辛苦了。你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姐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？之前是我不懂事，给你赔礼道歉。珊珊，那么晚了，你把我们叫到办公室来做什么？子墨打电话跟我说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，你们还是自己看看吧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不是漠然办公室吗？姐姐她……不要这样！你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！你不要这样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只知道漠然最近跟进一些项目一直在加班，但不应该啊。什么加班？分明就是在鬼混！外面养大的就是不一样，没规矩。才回来几天啊，就原形毕露了。漠然，他太让我失望了。爷爷，您别急，姐姐她可能是一时糊涂，毕竟她在外面生活这么久，这乡下环境复杂，认识的人也复杂，这有些不好的习惯也情有可原。什么不好的习惯？就是放荡不要脸。珊珊，你真的被我培养的太善良了，都这样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妈，我早就说，咱们就该将错就错。咱们现在有这么乖巧懂事的珊珊了，就不该把这个败坏门楣的野丫头认回来。都别说了。哎，算我看走眼了。爷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把门撞开！这对姐姐不好吧？她都能干出这么阿杂的事情来，你还顾及她的颜面？就是，他这样败坏的不仅是他的名声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苏家不就完蛋了？这里可是公司，不是家里，公务场合厮混就是违法的。今天要来个大义灭亲，报警！这个事情，你们看着办吧，我管不了了。爷爷，报警！报警呀！喂，是警察局吗？逆女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你不是应该在里面？哦，我刚刚去了个厕所。大家这么晚过来，该不会是特意来看我的吧？还真是受宠若惊呢。哎，里面不是你的声音，那是谁呀？原来是为了看弟弟啊！你是说里面的是子墨？不可能！漠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子墨半个小时前来找我，就在我办公室，没有出去过。你胡说！有没有胡说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别！救命！孽障！你这是在干嘛？清醒了没有？清醒了没有？我这是怎么了？问你自己。是他陷害子墨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怎么了？当年我刚怀上皇儿，萧贵妃就拿了枣泥酥来探我，说是自己亲手做的，让我盛热吃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呀？他那鬼祟又心虚的样子，和你现在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事后查验出那枣泥酥里下了滑胎药。你这杯水呢？干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喝。我听不明白妹妹在说什么，我只是让子墨喝了他自己滴的水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别闹！难道那水有问题？子墨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不是我，是他！他妈的，老子被摘了还要被诬陷，就是他们花钱找的我，包括上次让我开车撞你。闭嘴！别狗咬狗了，交给警察来办吧。你叫警察啦？不是你能叫大哥报警吗？呢？警察来了。谁报的警？怎么了？问他。那个人前几天追尾，肇事逃逸，这人呢要下药，并害我被欺辱，桩桩件件，证据确凿。警察同志，他撒谎！爸，你说句话呀！侦查同志，我孙女说的属实，带走调查吧。爸，子墨可是您亲孙子，我是苏家的少爷，你们不能碰我！救我，妈！爷爷救我！滚！爸，闭嘴！我虽然老了，可我还没糊涂。我对你们一家子的所作所为，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谁能想到，你们却对自家人捅刀子，成何体统？爷爷，资金到位，项目可以有条不紊的推进。好啊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你认赌服输，我明天就召开股东大会，把你的股份转到墨染的名下。爸，我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了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下班了。
你们走不走啊？哎，你还我儿子！这个祸害！自从你来到我家后，我家被你搞得天翻地覆。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可是你爸爸，别敢这么对我说话！现在想着我是你女儿了，没当过我一天的父母，就别想用父母的身份来压我。与其责难我，不如问问你们的好女儿是怎么把子墨引上歪路。他毁了我没有，他陷害我。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，亏我们把你当成亲生女儿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。妈，从今天起，你别再叫我爸了，回去收拾一下，你回到你真正自己的家去吧。一直在忙忘了吃饭，这会儿还真有点饿了。吃饭。周五晚上上脸吃过饭没？我就说忘了什么。你知道你没走，你去买花，喜欢吗？你穿过汹涌的浪潮，抵达我围观的孤岛，世界只剩下你喜欢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觉得见到你很高兴。你呢？见到我高兴吗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就试试吧。试多久啊？看你表现。好，你慢点。一人憔悴，我举杯，饮尽了风雪。是谁的凡间智慧？惹尘埃是非，便自觉。漠然，基于项目的优秀表现，加上手头持有的股份，今日起由你正式接手集团，担任总裁一职，舒适的未来交给你了。宫斗落幕，朝堂才初开。哀家说过，哀家要的可不止这样东西。